菲律宾给美国的军事基地以抵近在南海咽喉，却还想给中国玩文字游戏。大家好，我是肖映华。南海问题涉及众多国家，尤其是因为美国的挑拨，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完整始终面临威胁。而伴随着菲律宾背叛东盟、投靠美国，南海面对的外来威胁进一步加大。然而，已经彻底登上美国战车的菲律宾，却反而质问中国现在的态度。从我国外交部的消息显示，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在3月22号正式向外界证实，和美国最新签订的防务合作协议中新增设的4个军事基地，已经有1个就紧靠我们的南海。如果仔细看一下美国在菲律宾的新基地部署，就会发现菲律宾从头到尾都是在玩文字游戏。我们这里引用美国《时代周刊》的地理信息，可以了解到，在原本以黑色方块为代表的美军5个军事基地中，存在有3个军事基地紧邻南海边沿，2个菲律宾北部的吕宋岛，1个在西南方向的巴拉望岛。这2个地区的军事力量可以对我国南海岛礁守军形成前行的攻势，切断部分岛礁与其他海岛的联系，制造孤岛，对我海防形成威胁。尤其是吕宋岛的军事基地向北，随时能威胁到台海形势。而现在新增的4个军事基地中，包括巴拉望岛，巴拉望岛又增加了1个，吕宋岛又增加了3个。换句话说，菲律宾整个西侧临近南海长达1100多公里的海岸线上，部署了整整7个美军军事基地，上无下梁。要知道，整个菲律宾一共也有9个美国军事基地，菲律宾给美军的军事基地都已经顶到我国南海的咽喉上来了，还假惺惺地质问中国什么态度？因为中菲关系的快速遇冷，马克思在最近还向中国质问2个问题，一个是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这次访问菲律宾是否会缓解菲律宾对领土的担忧。注意，这里说的菲律宾对领土的担忧，也就是说，菲律宾始终是站在与中国对立，把中国视为外敌的立场上来说这个话的。第2个问题，中国是否把菲律宾采取的行动看作对中国构成的威胁？对于这2个问题，中国外交部说的也很清楚，这次会晤希望可以进一步推动互信和沟通，让中菲全面战略合作关系向前发展。注意，这里没有伙伴2个字。而第2个问题，中国也没有任何掩饰，直接告诫了菲律宾，避免被美国裹挟和利用。坦率地说，不论菲律宾到底是因为军方亲美裹挟着马克思一同反华也好，还是国内亲美势力太大，马克思被迫妥协也罢，归根结底，菲律宾已经登上了美国的战车。中国在很长时间里一直以拉拢菲律宾为主，然而菲律宾现在做的选择让我们十分的失望。伴随着美国国内的各种乱象愈演愈烈，中美竞争越来越白热化，中美之间将彻底摊牌不会太久。菲律宾把国土借给美军，对中国的威胁是实打实的，到时候真有什么情况，中国也不可能手下留情。现在中国依旧愿意派官员和菲律宾谈，那么其实浓缩一下就是2句话：如果菲律宾回头，那么中国还是愿意继续来谈谈的；如果菲律宾执意听从美国我行我素，裹挟到反华军事保卫圈里边，那么中国先礼已经做到了，后宾会不会发生，就看菲方的所作所为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咱们下次见。